轮回转世是一个古老的信仰，认为人类在死后的灵魂可以转移到另一个身体中，并且重新开始人生的旅程。对于那些相信转世的人来说，再次转世为人是一种很有意义的信仰。他们认为每次转世都可以让自己的灵魂成长和进化，并且有机会体验不同的生命体验。在这种信仰下，人们相信自己的灵魂存在着一个永恒的循环，从而成为了一个更加完整的存在。然而，对于那些不相信转世的人来说，再次转世为人只是一种虚幻的信仰。他们可能认为，人类的灵魂只能存在于这一个生命中，而转世只是一种人类对死亡的幻想。今天要讲的是一个让台湾在1967年9月出现转世风潮的事件。在开始之前，请帮我按赞、分享及订阅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更多的鉴定报告哦。各位异界搜查官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异象鉴定师艾伦。今天我们要来鉴定一下，究竟轮回转世是真的存在吗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。田三牛再世为人。在现代科学昌明的太空时代，人们似乎不该再存有轮回转世的思想。但是，在民国31年，尾免斋先生任职于辖西永寿县长时，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台的转世事件。当时，有一位名叫张生友的部下，是宾县人，与永寿县相连，距离仅50里。他身上有一个难以置信的灵异能力，就是他能够记得他前世的事情。据悉民疑，不差毫厘。在民间传说中，有一个幽冥之神名叫孟婆，他能酿造一种似酒非酒的汤，让鬼魂喝下之后，前生的记忆就会全部遗忘。虽然这个故事在佛典中并没有根据，但是佛家的根本思想是因果轮回。所谓轮回六道，就是天道、修罗道、人道为三善道，畜生道、恶鬼道、地狱道为三恶道。众生在世时的言行举止，会决定他们在轮回六道中的去向。佛家并不认为人死后能够记起前生的事情，因为凡人受到自己所造的业障所迷惑，而前生获得的智慧暂时被遗忘。但是张生友的能力特别奇妙，因为他能够记得前世的种种，即便他的前世未必如何有修，但是他的灵异能力却与众不同。他的家境不错，但是他小学毕业后没能继续升学，选择去当兵。之后他考上了中央军校，毕业于军校干训班。在毕业后，他成为了永寿县一名非正式的军官，负责国民兵团的事务。直到他32岁的秋天，尾免斋先生调任宾县县长。张生友向韦先生表示愿意回到故乡服务，韦先生欣然接受了他的请求，并把他派往宾县担任乡队长。但是，这个故事的主角田三牛对宾县和永寿县一带都很熟悉，因为他前世就是一个姓田的农民，在宾县西南约30里处的某个村庄生活，家庭世代以农业为生，家境小康，妻儿齐全。在宾县，窑洞是一种常见的住所，特别是那些窑洞的居民都深知其优点，冬暖夏凉，安全又有保障。窑洞还可以随时扩充，最小的有35室，最大的甚至能容纳数百人，可谓是非常理想的住所。田三牛一家和睦相处，就住在一个窑洞里。在他30多岁的时候，宾县连日大雨成灾，他的窑洞大门下方积了不少湿泥。田三牛在天晴后去清理湿泥时，突然泥土松动，整个人被湿泥活埋了。黑暗中，田三牛醒来，可是他自己却觉得不曾进鬼门关，也没有走上黄泉路，更不用说见到孟婆给他喝孟婆汤。他还以为自己已经奋力从大堆泥土中爬出，居然又回到了坦荡乾坤，光明世界。他惊喜交集一口气奔回自家的窑洞。田三牛回到家，看见了他的妻子，开口便说：今天好险，我差一点就压死在山下泥中，好不容易给我挣扎了出来。却是奇怪，田三牛的妻子竟然对他视而不见，置之不理，脸上不曾有任何的反应与表情。他对妻子的阴阳怪气不理不睬，甚为恼火。一转脸，又见到他的儿子，又去向儿子说：你听见没有？刚才大堆的泥土摊下来，就像山崩，我居然能拿开那些泥土逃出一命。然而他的儿子明明跟他面对面的站着，竟也是头也不抬，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。这下子，田三牛更是怒不可遏。他经历了死里逃生的经历，却发现他的妻子和儿子对他视而不见，一副冷漠的样子，让他感到十分恼火。由于这种绝情的对待，田三牛决定离开这个家。他幸不所至，来到槟城东郊的明玉池。这个名胜景点，泉水出自山腰石龛下面，雅晶滴溜，声音清脆，凉风袭人，让人心旷神怡。可是他却发现一道小门阻隔在他面前。他使劲挤，
终于挤出了门外，却顿觉头目昏眩，茫然不知所措。等他清醒时，却忽然发现自己身处一间卧室，躺在坑上，几个女人在大声喧哗，焦急地找寻着什么东西。剪刀呢？谁见到剪刀了？快点找找看，如果找不到，可就不妙了。此时田三牛突然发现墙上挂着一把剪刀，便大声指出来。剪刀不是挂在墙上吗？女人们愕然地看住他，开始惊慌失措。这娃肯定是个怪物，我们得赶紧把它丢了。对，把它丢进坑里淹死。田三牛这才发现自己的手变小了，惊叫一声。哎呀，我的手怎么变得这么小啊？女人们更加惊慌，有人开始惊叫。赶快把它丢到粪坑里去。田三牛直到现在才突然发现，自己变成了一个刚出生的小婴儿，无助地躺在炕上。此时，躺在床上的产妇发话了。不管怎样，这是我的亲骨肉，我绝不会让你们伤害它。可是他是个怪物啊。什么怪物？他不过是个孩子而已。但是我们不能就这样放过他。我不管谁要敢动我孩子，我跟他拼命。产妇的坚持打消了女人们的恐惧和猜疑，她坚定地守护着田三牛，保护他免受伤害。田三牛在母亲的怀抱中过了几个月。有一天，家中人出外农忙，把他用一床棉被包好，让他坐在炕上。田三牛看见一群家中豢养的鸡子，争相啄食，他情不自禁，连连挥舞小手，跟大人似的吆喝感激。家中其他人回来时，看到田三牛的模样，认定他是个怪物，一把抱起他，飞快地往窑洞外走，要将他丢进粪坑里。幸好他母亲不放心，赶回来查看，这才救下田三牛的一条小命。他这个样子肯定是个怪物。他不是怪物，只是个普通的孩子。从那一天起，他变成了一个装哑巴的孩子，7年来一直害怕开口说话，直到有一天，他的祖父带他到郊外去玩，趁四下无人，很诚恳地问他：你一生下来便会说话，怎么现在6、7岁了反而变成哑巴？我真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。如果你真是哑巴，那就是我们张家祖上犯了什么罪孽，才会生下你这样的残废。如果你是能说话但不敢开口，怕别人觉得你是怪物而杀害你，那你放心，我们家世代单薄，未来就靠你撑起门户了。再怎么样，我们也不会对自己的亲骨肉加害，所以你别再隐瞒了，趁这个机会把原因说出来吧。田三牛察言观色，知道祖父句句都是真心话，于是谨慎地开口：我被大家认为是怪物，以前因为我吆喝感激，他们就要把我丢进粪坑里。我妈救了我，但是我从此不敢开口说话。原来是这样，孩子，你不要害怕，你不是怪物，从今而起，你该怎么的就怎么做，别害怕，一切有我。祖父的话语彻底解除了田三牛的心理阻碍，他就这样解放了自己，从桎梏中解放了出来，言语举止变得自由自在。他不喜欢和小孩一起玩，反而喜欢和30、40岁的人闲聊开玩笑。不管是从哪方面看，除了体力，这个才6、7岁的张生友就像是个30多岁的中年人一样。不久后，田家跟邻居发生了土地纠纷，双方都互相不肯让步，最后只能去找官方裁决。问题是，田家的地契一直都是由田三牛保管的，但是田三牛去世时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，所以现在找不到地契了。如果找不到地契，这场官司肯定输定了，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多的后患。田家一家非常着急，所以他们召集了亲朋好友来商量对策。其中，田三牛的妹夫跟田三牛的大儿子商量。据说全宾县的人都在传说，明玉池张家的那个会说话的男孩子，是你父亲投胎转世而来的。这个事情到底是真是假，谁也说不清楚。不过现在你们家找不到地契，眼看要吃大亏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试试找张家那个小孩子。如果他真是你父亲投胎转世而来的，而且能够回忆起前世的事情，那么他就应该知道地契在哪里。如果他说不出来，这个谣言也会自然破灭。所以我们不妨试试看吧。田三牛的儿子许久以来都在为父亲转世投胎的事困扰万分，听姑丈这么一说，觉得是他一试也无妨，于是他答应了这个办法，随即到张家去走一遭。田三牛的妹夫到张家时，
恰好遇到7、8岁的张生友，他独自站在门口，远远就朝着妹夫招手，高声叫道：你不是我妹夫吗？怎么得闲上这儿来了？那个妹夫听了之后，刚开始有点怀疑，但他还是忍不住抢前几步，抓住张生友的小手，然后一五一十的把田家的困境告诉了他。张生友听完之后，毫不犹豫的说：你问我们家的地契呀？有啊，早些我把它藏在窑洞某个角落的石缝里，只是现在隔了7、8年了，我也不知道还在不在呢。妹夫虽然不太相信张生友的话，但还是跟住田三牛的指示回到田家，果然轻轻一番，那份跟全家有关的田契就找到了。于是田家众人一起来到张家的窑洞，妻子哭啼，孩子磕头，大家都表示要将张生友接回田家，将他当作亲父一样侍奉着。就算是老婆已经30多岁，儿子也20多岁，还是要尽到妻子和子女的职责。回到了田家住了一阵子后，中年妻子伺候幼夫，壮男称8岁男孩为父，这对于其他人来说都很不习惯。最后，张家为张生友支付了学费，让他能上学去。于是他不再是田三牛，而是回到了明玉祠，成为永远的张生友。不管你相不相信轮回，这种信仰都能够帮助我们思考自己的人生和存在。它让我们认识到每一个生命都是有价值的，并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和使命。这种信仰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，并且更加关注自己的行为和思想。最后，我们要记住的是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，这些价值观能够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，并且与其他人建立更深厚的联系。听完今天的故事，你对于轮回转世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分享讨论。另外，各位搜查官们若收集到了一些新事证，或听闻任何新的谜团，请留言告诉我，我将尽快出具鉴定报告给各位。谢谢大家。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各种神秘未解之谜、奇异事件，请帮我按赞、分享，并且订阅我的频道。我将继续为各位搜查官们鉴定各种各样的神秘事件。最后，如果不想错过我的鉴定结果，请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更多的谜样惊奇。祝福帮我按赞、分享及订阅的搜查官们，在这充满未知和神秘的世界中，发现自己独特的意义和目的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